果你爸要帮你出头期款，可是你一毕业你就要背上1000万房贷，你自己缴，你愿意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卖股票来凑头期款好吗？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有钱人要逼小孩子买房？今天来聊一个我刚看到新闻它标题是写说，他有大安区房子在等继承，还要买房网建条件没有不买的理由。我就无聊就点了一下，哇，这个是什么天胡开局爸妈希望他学习存钱的习惯，所以帮他买了一间2600万的房子，爸妈出1600，然后剩下1000万让他用新青安慢慢还。这个哪有什么好问的？这当然就是要还这人生只是起飞呢当然啦，这个原 po 会问说就因为他大学还没毕业然后这个就要负债1000万，他当然会觉得很害怕嘛这情有可原。那他会犹豫的点是，今天就算他不买这间房子，还是可以等继承，根本就不用扛房贷，可以爽爽出国玩，自己赚自己花，都不用存，对不对？这种说法是对啦，但是很有可能等你能够继承的时候怎样？这间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人了，因为屋龄的关系。这个为什么我之前就有拍过影片那个没看过你就看一下，我们这边不重复今天我们来聊下一个概念明明不缺钱，还是逼小孩买房。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他家境应该是认真应该是不错家里住大安区，然后未来他还会分到3间大安区的房子基本上身价破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他还是独子你看，所以基本上这个小朋友只要不走歪路沾染到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吸毒教坏朋友什么的有没的，那不工作，那房租来养他一辈子也没什么问题。那他为什么家里还要叫他去买一间房子，叫他去背这个1000万房贷？讲白了，这就是有钱人在训练小朋友，你知道，就让他不要乱来今天你出社会以后，手上的钱就变多，学生嘛，然后你自己工作了那现在的基本薪资是27000，那假设他买了这间2600万的房子，先用宽限期，那一个月付18000，应该也不会那么废，就赚27000这样5年以后一个月就变成月付37000。以台湾给年轻人的平均薪资来看，扣掉房贷以后，这小朋友大概就剩吃饭钱而已然后偶尔出去玩一下这样那想要做坏事也没有钱对啊，他总不能说爸爸我要一笔钱，那要干嘛？我要去对他自己都讲不出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可以亲眼看到这个资产膨胀的速度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牺牲是白费的对爸妈来说就很好今天训练小朋友不敢乱花钱，然后他自己的资产他自己去照顾，然后这个父母也不担心这个小朋友下半辈子的生活，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最后你要知道，你买不起房子是有原因的很多人一直都在喊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但很多时候就障碍其实是自己啦我知道这个说法会有点难听会不会不小心划伤了某些观众的玻璃心我不知道但我真的是这样子想的就你买不起房子嘛那台北房价很贵嘛对那你干嘛不去买中南部像我也觉得台北市跟我没什么关系对不对？你看我现在人在哪里？我在高雄我台北人呢我来高雄南漂呢西游呢那接下来就会有人说可我就不是南部对可是我们今天是买房自产自产买在哪边就还好真的还好我们之前在讲当地煞的时候，已经有解释为什么你没办法去买你家楼下、你家附近你去外县市，你反而很可以接受别人家楼下、别人家附近，反而他们觉得你是盘子，但你看一看之后，你觉得你可以接受那好好存钱这没办法，人各有命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就不是有钱人嘛，我们爸妈就没有拿1600万给你买房子嘛那你就自己慢慢存慢慢蹲，总有一天你会买到你自己想要的房子。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有钱人会逼小孩子去买房子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案例就爸妈希望小朋友以后学会怎么存钱，所以拿了1600万当首付然后让他贷款买2600万的房子。那他们的期待是让小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就不要变坏，身上没钱花然后看到资产膨胀的速度，这样他就会知道买房子的重要性这才是比较稳当的做法。
那我们没有富爸爸、富妈妈就老老实实自己赚钱存房子，你就先找一间你自己买得起的房子嘛，你再慢慢换这样迟早可以换到想要的房子啊。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其他有钱人逼小孩去买房子的案例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开始买房的，记得关注加按赞或者是加入会员频道，以后会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就爸妈出头期款，小孩自己付房贷，这现在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台北买房剧本应该说是最主流的剧本就长这样。而且我也认为身为爸妈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才对先不讨论什么继承不继承而是现在房价贵起来的情况之下，你真的要放生小朋友让他自己去存头期款，真的是太残忍、太慢最好就是帮小朋友出头期款，然后贷款他自己付这样子去帮小朋友准备好未来的婚房，会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我们这个社会早就进入一个拼爹的时代，这很现实很难听可是现实状况就是长这样我也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反正就是这样，你也知道那爸妈就是要帮小孩子出头期款那贷款就是要小朋友自己缴用这种方式在六都赶快自产起来，这才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列车的门票购买方式就长这样了我也不是要你看完这支影片立刻跟你爸妈要钱说要去买房子我不是这个用意我的用意是什么？我的用意是我就把难听的话讲出来嘛就会刺激到一些人嘛然后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就会变得炮声隆隆嘛感觉很嗨很刺激很好玩嘛对，就这样然后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难题跟机会我再讲一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难题跟机会这就是每个时代自己人的命我们现在版本答案就是长做父母出头期，然后贷款自己缴，那就这样我以前还有便宜的房子可以买所以不靠父母出头期款好像都还 OK。然后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很 OK 想买就买了。可是现在我看一看我真的不认为刚毕业的年轻人是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在30岁以前买到房子在父母有能力帮忙的情况之下，你要让他等到30岁是在等什么即使现在你是租食屋或是电子业也是一样年薪200万又怎么样？你看竹北的房价现在变态成怎么样台北市变态成怎么样？你是要这些刚毕业很努力的年轻人怎么办父母能帮当然就帮了嘛自己小孩子呢就买房子又不是说小孩子跟你要钱炒股票那最好的解法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父母帮忙出头期，然后小孩自己缴房贷那如果这个小孩刚开始薪水不高，缴房贷不然压力超大，他都没钱吃饭，看你是要补贴他还是说你就把那个头期再拉高让他比方说控制在1个月还有2万块要去缴房贷，这样就是这样子认为了如果我有小孩那我真的也会帮他们这样子做对我来说这个就是留房子给他了，不是说真的要把贷款都缴清然后这样子留给他们然后他们变坏了变烂的几率一定很大嘛就是帮他们处理头期款的部分，可能头期不2成可能帮他出到4成5成这样让他缴款压力不会那么大，这样就好了。至于你的父母有没有这个实力帮你出头期款，这个我就不知道你不用告诉我如果有那恭喜你，真的是恭喜你，这是令人羡慕的家庭令人羡慕的父母。你看他又爱你，他又有实力，所以你人生这场游戏的难度就是普通如果没办法帮你出，那也恭喜你你人生游戏的难度是困难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父母，那你当我没说吧拍谁？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自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自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自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
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啊，就你是要出租你不要自己住哈。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哦。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就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3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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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订阅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